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把香油倒进苹果里面真是太好了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这个方法是98岁太奶奶教给我的，既省钱又实用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苹果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是非常普通而又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水果，价格也十分公道。那么我们在挑选苹果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尽量挑选表面看起来红润有光泽，而且上面有一些这种白色斑点的苹果。除此之外，要保证苹果表面没有任何压痕和损伤的地方，不然的话买回家没办法保存。挑选好的苹果，我们准备一个放在盘子里，用适量的38度温水将苹果洗一洗。首先我们先用水将苹果表面打湿，这个过程不需要太多的水，像我们这边现在的这种苹果都是卖7、8块钱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里现在多少钱一斤呢？充分打湿的苹果，现在我们加1勺杀菌食盐放在里面，放在苹果心的这个地方，然后用我们的大拇指将食盐揉搓开来。在很多朋友的认知里面，食盐仅仅可以用来炒菜，其实除此之外，食盐还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用来清洗瓜果蔬菜可是一把好手。苹果表面非常脏，尤其是摆放在超市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去碰一下，那个去摸一下，甚至还有一些消费者会用指甲去掐一掐，看一下这个苹果是否水分充足，导致了这些苹果表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脏东西。因此买回家的苹果，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将它搓洗干净。当然，如果只是简单的用清水来冲洗的话，是万万洗不干净的。最好是用食盐还有小苏打来洗，搓一搓之后再将苹果移到流动自来水下面冲一冲，冲洗干净的苹果，将表面的水分擦一擦。接着将它摆放在菜板上，找准苹果的底部，然后用水果刀在离顶部大约2公分的地方将它分解开，接着取出平时家里面用来喝粥吃饭的勺子，最好找一个厚度偏薄的勺子，这样我们在用的时候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。利用勺子将苹果中心处的果核掏出来，如果勺子比较偏厚的话，我们在掏果核的这个过程中会比较困难，而我们的勺子如果比较薄的话，掏起来就要方便许多了。像苹果还有梨的果核都是不能吃的，因此一定要把它完全掏出来。掏空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苹果盅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再准备3颗红枣，将红枣洗一洗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洗红枣可没有洗苹果那么简单，我们眼睛尖的朋友可以看到红枣的表面皱皱巴巴的，而这些皱皱巴巴的、沟沟壑壑里面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并且特别不容易清洗出来。所以洗红枣可是一个技术活，家里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温水多洗几次，时间充足的话，可以泡上5分钟后再来洗，那样的话就可以把红枣洗得更干净了。红枣营养十分丰富，尤其是所含的铁元素是其他食材无法比的。经过1分钟的时间，红枣终于洗干净了。现在将红枣的果肉剪下来，果核就不要了，依次剪成这种细小的长条，剪得越小越好，这样更有利于红枣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被释放出来。剪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做好的苹果盅取出来，
再取出家里面的芝麻香油，将芝麻香油倒出一半进来，这里不要倒太多了，不然的话，做出来的成品会倍感油腻。倒好后就是这样的。现在把我们的红枣碎也加进来，加的时候要一次性将红枣碎加满，加满后把切下来的这一部分再盖回到苹果上面，这样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苹果了。然后把它放进盘子里，接着放进冷水蒸锅里面，盖上锅盖，开火蒸。先将锅里面的水蒸上气，蒸上气之后，继续保持大火蒸20分钟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20分钟后关火焖上，2分钟后揭开锅盖，哇！真的是太香了，可以看到，现在苹果的颜色变浅了许多，看起来就像生活中常见的杨桃一样。现在趁热将它取出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苹果的盖子揭开了。当苹果盖子揭开的一瞬间，我们就能闻到特别浓厚的红枣以及香油的气味，确定就是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。现在我们用刀叉将苹果固定一下。把苹果切成小块，从中间分开后，这样吃起来会更方便。切成小块之后，凉起来也更快，也特别适合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吃，吃起来自然也方便许多，比直接拿着啃要好太多了。像这样全部切好后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最好是用刀叉搅拌一下，让红枣、香油以及苹果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趁热吃起来会更棒哦。像夏天的话，我们可以放置温热再来吃，而秋冬季节和早春季节，我们可以趁热吃，香油和苹果这样搭配起来。吃起来有淡淡的香油气味，以及苹果特别浓厚的味道。苹果被蒸了20分钟之后，里面的果胶以及膳食纤维也已经得到了软化，吃下去也更容易被消化。相信香油和苹果的这个做法，很多80后、90后小时候都经常吃这种的香油苹果，你小时候吃过吗？那么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坚持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收获满满了。虽然说做法简单，但用处却一点都不简单哦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